一直打雷下大雨，昨天一个晚上都是这样。这个雨看样子今天是停不了。咪咪，今天我们在家里没事，就围炉喝酒，好不好？住在这大山里面，遇到这样的天气哪里也去不了，因为山里面湿漉漉的。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你毛都没湿啊？啊，你这毛都没湿嘞，你真会享受。你躲到哪里啊？给我一颗好不好？这个应该是鸡肉，一股鸡肉味。还给你。其实这雨声敲打树叶的声音很响啊，只是这手机拍不出来。哇，咪咪，你过分了啊！这么久我都误会你3只大哥了，原来是你在这里捣蛋。我一直以为是你3只大哥嘞。哎，好，进来吧。大黄，大黄，哇，大黄这么下雨去哪里了？大黄，不对呀，这么大雨啊！大黄，啊，你姐姐去哪里了？你姐姐嘞？哇，大黄这么大雨，你到外面，你看你全淋湿完了。哎，我打你小孩！哇，全身都淋湿了，大黄这么大雨，你到外面干嘛？我要教训一下小黑。你现在咬一下你姐姐试一下。大黄喜欢在外面打野，吃各种小动物，所以毛色非常的油亮，给它饭一般都不怎么吃的。现在都10点多了，这雨还一直哗哗的下个不停。我灯还是开着，灯没开的话，这里就显得很阴暗。因为一直在下雨嘛，所以天空很阴暗。这是芹菜炒瘦肉，要把生活改善一下。这段时间体重直线下降，等下雨停了，还要到山里面去看一下蜂群。昨天去检查那群蜂的话，有一个蜂桶被应该是果子狸把它咬烂了，
现在都是下午1点了，这个雨还是这样哗哗的下。去看一下捕鼠笼吧。我说了，晚上再给你吃的，你不要咩咩咩。哇，这个捕鼠笼都掉到这下面来了，是放到那上面的岩洞里面的，是放到这个岩洞里面。这个没掉啊，也没被吃，那它怎么会从这里掉下来呢？是放到这里这个捕鼠笼，2块石头中间的。这个里面按道理应该是有老鼠啊，那它怎么就不进捕鼠笼了？你看掉下来这个捕鼠笼，花生也没吃，用石头都挡得稳稳的，还是平地，怎么会掉下来呢？大黄，是不是你故意的啊？还是小黑是你？去看第3个捕鼠笼。早上把大鸡是放出来的，大鸡也进来了，因为一天都在下雨，3间小鸡鸡舍就关1天，这个雨肯定是下1天了。这个窝都淋湿了，这个捕鼠笼也没有老鼠，没有触发。3个老鼠笼，空军，还有1个老鼠笼留在那个老鼠洞里面，爬得那么光滑，里面肯定是有老鼠，但是它就是不进笼。你们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给我指点指点。全身都湿透了，外面雨下的比较大，山里面一下雨了之后降温很快。走喽，吃饭喽！别老是走到我前面，等一下我踩到你。来，我们比赛，看谁走前面。抢啊，都有啊，都一盆水啊！谁不去抢？来，小果，大黄，你来在这里。现在都2点多了，这雨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现在，还是哗哗的下个不停。刚才还一直在不断的打雷，那就给自己休息1天，放1天假吧。其实我一天到晚非常的忙，很多朋友问我忙些什么，那我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忙些什么。其实也都是一些小事啊。我每天早上我把闹钟是定到5点50，但实际上5点过一点啊，5点到5点10几分就醒了，因为152，5点钟左右就在下面嘎嘎的叫。然后醒了之后呢，就是喂小猫、小狗、小鸡啊，然后呢自己做饭，全部搞完了之后，太阳基本上出来了，然后出来要去巡山，还要到各个不同的路线去检查蜜蜂。因为我的蜜蜂和专业养蜂师傅养的不一样啊，他们一个蜂场少的几十群，多的几百群。而我几座山才几群蜂啊，我是放的非常的分散，所以管理起来是非常的麻烦。其实很多人问我要管理干嘛？他自己在外面就像野蜂一样自己采蜜。因为有一些野生动物很讨厌啊，他老是把你蜂桶咬得稀巴烂，有的把你的蜂桶搞倒了啊，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啊，风吹啊，上面的遮盖物都掉了等等啊，一些很多细节方面。基本上你像这样巡山，每天这样检查蜜蜂回来之后，
啊，基本上回来之后就下午了，就是下午4、5点钟了，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了。其实，在山里面看起来这样，我悠闲的在这里走呢，其实很累，因为要流很多汗，因为要防止各种那些有毒的那些毒蛇、毒虫啊来攻击我，所以的话，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啊，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很累，你们没做过是不知道的。然后晚上回来呢，当然了，白天还要拍视频了。然后晚上回来做饭给小狗做饭，喂小猫小鸡就是这些琐事。好，全部做完了之后就到晚上了，晚上就要编辑视频。大家看我视频习惯了都知道，我的都是长视频，都是15分钟以上的。所以的话这编辑起来也麻烦。然后编辑好了之后，晚上上传了，然后在晚上再运营一下，基本上都到12点过后了差不多1点左右了，到那个时候才能入睡。这个雨就像是天上有人往下面倒水一样。其实这山谷里面风很大，你看对面树叶就知道，都是左右摇摆，好大的风。为什么我这个位置没风呢？因为我这个位置是在岩洞里面，是背风的。咪咪，是不是？你今天一天都没离开这个猫棚啊，除了吃食就在这个猫棚里睡啊。今天不抓只老鼠就对不住你了。你又看到什么了啊？哎呀，它一惊一乍的这个大慌。这是给3只小狗的食物，猪肺汤拌饭。它们3只小家伙馋得要死，但是就是不敢过来吃，它知道这不是它的碗。今天的话，把捕捉老鼠的食物换成鱼和猪肺，试一下。这个花生对它没什么吸引力，这个就换成猪肺，这种就换成干鱼，这种带腥味的老鼠应该喜欢一点。这里放一个，一般老鼠它就喜欢靠着墙边走，这样放吧，要不然前面有树根挡住了，阻碍它关门了。白菜种子全部都发芽了，上次没发芽的原因，可能就是因为温度太高了，而且那段时间土壤比较干燥，又没有浇水。地旁边再放一个，这个是猪肺，就直接放在这个路上吧。小虎在里面叫，可能里面有个什么东西。让开让开，你让开，我去看一下。刚才大黄和小黑也一直对着里面叫，那你们自己小心啊，我是进不去啊，我还是进去，你不要舔我啊。没发现什么呀？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啊！这个不知道是今天早上没注意看，还是今天白天吃的。你看花生的另一半都被吃完了，但是机关没有触发，那说明这里面是有老鼠的。哇，这个还不怎么灵活了。这花生被吃了一半，换上这个干鱼头，放嫩一点，不要放得太老了，这样它只要一动，看啊，这样就 OK 了。现在我这个只刮了一点点，也就是说它只要一动这个鱼，不要它吃，它立马就会触发到机关，门就会关掉。今天晚上我看你往哪里逃。你看里面这么光滑，绝对是一窝老鼠。天都黑了，你们怎么不进去睡觉啊？这只母鸡一般很早就带小去睡了，
看一下它今天有没有产蛋。今天下了一天的雨，哇，又产一枚，厉害呀！这只母鸡，而且蛋又很重。这只抱窝母鸡今天是抱窝的第19天，后天就出小鸡了。11枚蛋，你觉得你能孵化出几只小鸡？啊？不知道啊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，后天看啊，晚安。这是第5只产蛋母鸡产的第15枚蛋了，还没有要抱窝的意思。今天又重新布局了3个捕鼠笼，每一个捕鼠笼的触发机关我都放得很嫩，只要老鼠进去了，哪怕是舔一口那个食物，触发机关就会触发，然后笼门就会自动关闭。你们觉得哪个捕鼠笼明天更有希望呢？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